虞姬早贤惠了一辈子，忍让了一辈子，老了，来了个老来俏，坏脾气一天天看长。老铁却反了过来，那么暴躁，那么霸道的一个人，刚到了岁数，面了，没脾气了。老铁动不动就要对虞姬早说：“骗子，再撑几年，晚一点死，你这一辈子就全捞回来了。”虞姬早是一个61岁的老女人，正瘫在床上。年轻的时候，人家还漂亮的时候，老铁粗声恶气地喊人家老婆子。到了这一把岁数，老铁改了口，反过来把他的老婆子叫成了骗子，有些老不正经了，听上去很难为情。但难为情有时候就是受用。虞姬早躺在床上，心里头像少女一样失去了深浅。老铁和虞姬早都是大学里的老师，属于高级知识分子。当然啦，退了。要说他们这一辈子有什么建树，有什么成就，除了用桃李满天下这样的空话去概括一下，别的也说不上什么。但是有一样是值得自豪的，那就是他们的3个孩子，个个争气，都是读书和考试的高手。该成龙的顺顺当当的成了龙，该成凤的顺顺当当的成了凤，全飞了。大儿子在旧金山，二儿子在温哥华，最小的是一个宝贝女儿，这会儿正在慕尼黑。说起这个宝贝疙瘩，虞姬早可以说是衔在嘴里带大的。这丫头要脑子有脑子，要模样有模样，少有的。虞姬早特地让她跟了自己，姓虞。于老师一心想把这个小棉袄留在南京，守住自己。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棉袄，现在也不姓于了。6年前人家就姓了弗朗茨。退休之后，老铁和虞姬早一直住在高校内，市中心5楼，各方面都挺方便。老铁比虞姬早年长7岁，一直在等虞姬早退下来。老头子早就发话了，闲下来之后，老两口什么也不干，就在校园里走走，走得不耐烦了，就在地球上走走。老铁牛啊，底气足，再磅礴的心思也能用10分家常的语气表达出来。在地球上走走，多么的壮观，多么的从容，这才叫老夫聊发少年狂。可是天不随人愿，虞姬早摔了一跤，腿脚都好好的，却再也站不起来了。老铁从医院一出来，斑白的头发就成了雪白的头发，又老了10岁，再也不提地球的事了，当机立断换房子。老铁要换房子，主要的还是为了骗子。骗子站不起来了，身子躺在床上，心却野了。一天到晚不肯在楼上待着，叫嚣着要到地球上去。毕竟是5楼，老铁这一把年纪了，并不容易。你要是慢了半拍，他就闭起眼睛，捶着床沿发脾气，有时候还出粗口。所以大部分时候，满校园的师生都能看见铁老师顶着一头雪白的头发，笑眯眯地推着轮椅，四处找热闹。这一年的冬天雨雪特别多，老铁的关节不好，不方便了。这一下急坏了虞姬早，大白天躺在床上睡得太多，夜里睡不着，脾气又上来了，凌晨1点多钟就折腾。老铁光知道笑，说哪能呢？虞姬早心愿难遂，便开始叫3个孩子的名字，轮换着来。老铁知道老太婆这是想孩子了，
老铁到底是老铁，骨子里是个浪漫人，总有出奇制胜的地方。他买来了4只石英钟，把时间分别拨到了北京、旧金山、温哥华和慕尼黑，依照地理次序挂在了墙上。小小的卧室弄得跟酒店的大堂似的。可这一来更坏了，夜深人静的，虞姬早盯着那些时钟，动不动就要说吃午饭了，下班了，又吃午饭了。他说的当然不是自己，而是时差里的孩子们。老铁有时候想，这个骗子，别看他瘫在床上，一颗不老的心可是全球化了呢。这样下去肯定不是事儿。趁着过春节，老铁拿起了无绳电话，拨通了慕尼黑、旧金山和温哥华。老铁站在阳台上，叉着腰，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：都给我回来，给你妈买房子。